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、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，是你引诱的我。这是曹禺老先生笔下三观炸裂的电影，继母与儿子相恋，哥哥与妹妹相恋，老爷与女佣相恋，所有这些肮脏而又荒唐的秘密，终将在一个雷雨之夜揭开序幕。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天津，此时正值盛夏，漫天的乌云黑沉沉地压下来，烦闷的气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。周府内，丫鬟四凤正在给太太樊姨煎药。四凤是周府管家鲁贵的女儿，2年前跟随父亲来到周府，这期间她与周府的大公子周平相恋，可由于两人身份有别，他们的恋情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。鲁贵告诉女儿，早点断了她做小姐的念想。从近段时间太太樊姨的态度来看，她已经对两人的关系起了疑心。然而四凤却根本不相信，她认为周平是绝对不会欺骗自己的。可对于周家的这位大公子，鲁贵是完全不敢苟同的。原来就在几年前，大公子周平曾与继母樊姨有过一段不伦之恋。樊姨是周朴园的续弦，她长得年轻貌美又忧郁多情，在18岁时便嫁给了大她20岁的周朴园为妻，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感情。周朴园对她更多的是强迫和占有。樊姨忍受不了周家的死气沉沉，在周朴园外出期间，她和大儿子周平发展成了不伦关系。可周平胆小懦弱，害怕事情暴露，于是便开始慢慢的远离樊姨。在四凤来到鲁家后，他又与年轻貌美的四凤发展成了恋人关系。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却逃不过周贵的法眼。可面对父亲苦口婆心的劝说，四凤却像被周平灌了迷魂汤药一般。直到周贵说出他的母亲将要来这里接他回去时，四凤这才开始慌乱起来。太太到底叫妈来干什么呀？他看来是自个儿要对你妈说，让你妈领着你卷铺盖滚蛋。他要我走？两人说话间，太太樊姨从楼上走了下来，她把四凤叫到房间，向她询问起周平要到矿上的事情来。面对樊姨的咄咄逼问，四凤只能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见从四凤嘴里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樊姨也便没有再为难她。这时四凤将刚才熬的药端了上来，看着令人作呕的苦药，樊姨说什么也喝不下去。她让四凤将药倒了，自己并没有生什么病。太太，您忍一忍，喝了吧。回头老爷谁要你劝我？倒掉。不久后，周府的小公子周冲回来了。周冲是周朴园和樊姨所生的儿子，他天真开朗，相信人人平等，是这个昏暗压抑的周府里仅剩的光亮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他竟然也喜欢上了四凤，并央求母亲，希望说服父亲能够同意他拿出1半的学费来让四凤上学。看着这个天真幼稚的孩子，樊姨摇了摇头，她太不了解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了。说话间，周平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屋内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起来。为了躲避樊姨，周平谎称要上楼去找父亲谈一谈，可不明所以的周冲硬是将哥哥给拽了进来。听闻周平要到矿上去，樊姨询问他要离开的原因，说不出来，像是家里住得太久了，烦得很。我怕
母亲的人，应该给孩子们做一个服从的榜样。可长期服用那令人作呕的苦药，樊一实在是喝不下去。看到樊一还是不配合，周朴园又将目光转向了周平。平儿，劝你的母亲喝下去。父亲，我去，走到你母亲面前，跪下劝你的母亲。父亲，去。懦弱的周平无奈只得端起药，一步步地走向这个曾经与自己有过不伦之恋的母亲。叫你跪下！我喝。樊一被迫只能将碗中的苦药一饮而尽，他哭泣地跑向屋外干呕起来。等樊一走后，周冲也想悄悄地离开，可周朴园却哪肯就这么放了他。虫儿，你上哪儿去？到楼上看妈妈去。就这样走了吗？是，爸爸，我要走了。你有事吩咐吗？在这个家里，周朴园不允许有任何反对他的声音，他就像一个暴君一样，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。等周冲离开后，周朴园又对周平破口大骂，这可把周平吓得够呛，还以为自己与樊一之间的事情已经暴露。直到听到父亲是责备自己近段时间没有按时回家，周平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我的家庭，我认为是最圆满、最有秩序的家庭。我所教育出来的子女，我也认为都还是些健全的子弟。我是绝对不愿意让任何人说他们一句闲话的。周朴园口口声声地说自己的家庭是最圆满、最有秩序的家庭，可他口中所说的秩序，只不过是要让别人遵循他制定的规则罢了。在周公馆小客厅最显眼的地方，常年摆放着一个女人的照片，那是周平的生母，也是周朴园深爱着的女人。她的名字叫世平。30年前，世平与东家少爷周朴园相爱，并生下2个儿子。可由于身份有别，不久后惨遭周朴园的抛弃。绝望的她带着生病的小儿子跳了江，后来被人救下后辗转嫁给了陆贵，并生下了一个女儿。怎料命运却给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10几年后，世平受樊一所托来接女儿回家，可当他走进周公馆时，却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而桌面上摆着的照片则更是印证了他的猜想。妈，您看，这是周家第1个太太的相片。妈，您怎么了？没错，这就是曾经伤他最深的那个男人的家。没想到辗转数十年，却还是难以逃脱与周朴园的命运纠葛。另一边，得知周平要离开这里，樊一便一直坐立难安。想起曾经与周平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樊一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。他想下楼去找周平，没想到周平却正好从外面回来。你好难找，我想请你略微坐一坐。有必要吗？总是这样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。我不后悔，我向来做事没后悔过。可是我后悔，我认为生平做错了一件大事，我对不起自己，更对不起父亲。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，那就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。你欠了我一笔债，你对我负着责任。樊一开始变得歇斯底里，因为与周平的爱情曾使他干枯的内心得到滋润，是他在这个压抑死寂的周公馆内能够找到的唯一依靠。可铮铮誓言还在耳边，这个男人竟要撇下自己离开这里。面对樊一炙热的爱，懦弱的周平害怕的要命。他憧憬个人的自由幸福，但又恐惧受到伦理道德的制裁。樊一痛斥周家父子冷酷无情，说周朴园当年就是抛弃了周平的生母，使其含恨投河而死，还说这些都是当年周朴园喝醉时亲口跟他说的。从没听过自己的身世，周平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。这时樊一再次指责他，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、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的，是你引诱的我。然而懦弱的周平却根本不敢承认这些，他说这是自己年少轻狂时犯下的错误，为什么樊一就不肯原谅他？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，我都已经预备好了棺材，安安静静的等死。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，又不要我，撇得我哭死，慢慢的渴死。樊一希望周平能够带他离开这里，可周平既惧怕父亲的权威，现在又有了新欢，他坚持要一个人走。
听到这里，周朴园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激动，他让世平赶紧离开这里。然而此时的世平却再也抑制不住，揭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我是过去伺候过老爷的下人。世平，然而知道自己日夜思念的女人就在眼前，周朴园却没有丝毫的高兴，因为他爱着的是年轻貌美的世平，而不是眼前的这个老妈子。甚至他不仅没有觉得惊喜，反而认为对方这是要来讹诈自己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我要来的，谁指使你来的？命，不公平的命，指使我来的。从前的旧恩怨，你何必再提呢？我要提，我要提，我已经闷了30年了。我有的是悔，是恨。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你了，可偏偏命定我的孩子又跑到你周家来。我伺候你，我的孩子还要伺候你的少爷们，这是我的报应。待冷静下来后，世平将这些年来的事情娓娓道来。当年他抱着孩子跳河后被好心人救了下来，后来辗转嫁给了陆贵，两人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就是现在周府的下人四凤。而当时那个男孩也随了鲁姓，叫做鲁大海。听到这里，周朴园顿时一惊，因为这个鲁大海正是带头闹事的矿工代表。世平告诉周朴园，现在自己只想看看儿子周平，其他的事就让他永远的烂到肚子里。其实这也正是周朴园所希望的。不过作为赫赫有名的资本家，他不想让儿子鲁大海以后再过穷困潦倒的生活，于是便写了一张支票让世平带走。然而世平却再也不愿接受这个冷漠无情的人帮助，他当着周朴园的面将支票给烧了。也在此时，鲁大海闯进鲁家来找周朴园谈判，看着眼前的儿子，周朴园却不敢与他相认。客厅里的争吵声也将周平吸引了下来。世平看着眼前日日夜夜思念的儿子，可他也不敢与周平相认。鲁大海此次是来跟周朴园谈判的，他让周朴园答应工人的要求，否则工人们就将罢工进行到底。然而他太小看周朴园的手段了，周朴园早已经收买了另外2个矿工代表，矿场现在已经开工了。看到出卖矿工的合同，鲁大海愤怒极了。只要你能弄到钱，你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叫矿场警察开枪杀了许多工人，你还胡说你！海，妈，别说了，你的来历我都知道。我们走。你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，故意叫江堤出险。下去，出去，走，走！你故意淹死了2200个小工，在每个小工的性命上你捞300块钱。走，姓周的，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。听到鲁大海将周家肮脏的过往公之于众，懦弱的周平生气极了，他冲上去与鲁大海打了起来。看到兄弟俩反目成仇，世平心如刀割，他想要说出真相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而这也成了高中课本中经典的一幕。你是凭什么打我的儿子？你是谁？我是你的，你打的这个人的妈妈。看到自己的2个儿子反目成仇，世平本想说出真相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此刻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来，不管对周平、鲁大海，甚至对四凤的打击都是致命的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拉着鲁大海慌忙地离开了周公馆。世平走后，天空开始电闪雷鸣，肆虐的狂风从窗户灌进了沉闷的周公馆，似乎在暗示这一切只是狂风骤雨的开始，又似乎在提醒周朴园，30年前种下的恶果将从此刻起一一清算。四凤回到家后，周崇找来了家里。这个天真善良的少年对未来有着无限美好的憧憬，他鼓励四凤应当读书，世界大得很，只要慢慢的苦干，一定会迎来美好的生活。他渴望人人平等，甚至对阶级观念深恶痛绝。我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，我讨厌我的父亲，我们都是被压迫的人。周崇从没有将四凤当成下人，并且还喜欢上了他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四凤喜欢的是他的哥哥周平。就在2人谈话时，鲁大海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周崇急忙过去打招呼，可鲁大海却丝毫不给面子，因为他认为周家人都是一丘之貉。然而此刻的他还不知道，其实他也是周家公子。面对周崇对四凤的追求，鲁大海更是一口回绝。四凤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他的将来是给一个工人当老婆，洗衣服、做饭、捡煤渣。要是矿主少爷真替四凤着想，那就请您不要同他来往了。可周崇认为鲁大海存有偏见，不能因为他父亲的问题就将自己拒之门外。
就在两人争论之际，陆贵拿着东西走了进来。陆大海询问父亲哪里来的钱买的这些东西，陆贵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在陆大海的逼问下，陆贵这才将周冲给的100大洋交了出来。陆大海拿着钱扔到桌子上，拿去，不用你们可怜。你以后你们周家无论哪个再来，我就打死他。哥，人家好心好意的。谢谢你。我想周家除了我，不会再有这么糊涂的。再见。周冲走后，世平找到女儿，让她明天就跟自己离开这个地方，并要求女儿以后再也不要见周公馆的人。看到四凤犹犹豫豫的样子，世平逼着她起誓：我答应你，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。你要是忘了妈的话，见了周家的人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妈。孩子，你要起誓。你要是忘了妈的话，此时天空乌云密布，四凤被迫立下誓言，那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。看着乌云狰狞的样子，四凤吓得躲进了母亲的怀里。另一边，周公馆内，周平偷偷摸摸地下楼准备去找四凤，这一切正好被樊一看在眼里，他偷偷地跟在了周平后面。来到楼下时，周平养的狗碰到了被狂风吹倒的电线上，当场触电身亡。然而周平只是回头来看了一眼，便急匆匆地离开了。岂不知正是这根电线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四凤家里，世平正在收拾遗物，打算明天就离开这里。陆贵唠唠叨叨地抱怨着，说他们全都是些忘恩负义之徒，不仅没有孝敬自己，现在还把自己周府管家的工作给弄没了。他告诉四凤，明天他们照样去周府上班，看谁能把他们怎么样。惹急了他，将太太和周平的肮脏事说出来，倒是周朴元都得给他跪地求饶。这些话传到房间内的四凤耳里，更是令其坐立难安。不久后，周平冒雨来到四凤家屋外，四凤让周平赶紧离开，要是哥哥回来后发现就不好了。可周平却是不听劝阻，硬是不顾四凤的反对，从窗户里爬了进来。此时天空电闪雷鸣，四凤害怕的一下扑进周平的怀里。这一幕正好被紧随而来的樊一看到，他的心有如被针扎般的疼痛。也就在此时，鲁大海刚好从外面回来，听到美美的房间内有声音，料定必是周家少爷前来纠缠，于是便在外面不停地敲门。四凤让周平赶紧离开，或许是为了拆散两人，又或许是为了报复周平。樊一竟鬼使神差地将窗户给关了下来。不久后，鲁大海撞开房门冲了进来，看到周平正在房间，于是拿起东西便要去与他拼命。四凤急忙将他拦了下来，叫喊声将熟睡中的世平和鲁贵吵醒。世平急忙来到四凤房间，却看见周平竟在这里，眼见兄弟两手足相残，世平急忙跑过去拦住鲁大海：“你这个糊涂东西，还不快跑！你放开我！”在世平的掩护下，周平急忙逃离了鲁家。不久后，周平回到周公府，却看到父亲正在房间等他。看到周平全身被雨淋湿，周朴元问他去了哪里。周平谎称到车站取货车票去了。周朴元刚有点相信，不料这时樊一静也穿着湿哒哒的衣服走了进来。你上哪儿去了？出去走走，我有神经病。不要胡言乱语。你究竟上哪儿去了？在你的花园里赏雨。看到樊一一身狼狈的样子，再想起刚才周平的慌张模样，周朴元第一次对两人的关系有了怀疑。你先上楼去吧，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。你给我上楼去，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一歇。房间内，周平正在慌张地收拾着衣服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在这个危机时刻，樊一居然又找了过来。为了让周平带他离开，此时的樊一已经彻底抛弃了尊严。我是向来不肯这样低声下气对人说话的，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，你要走就带我一块离开这儿啊！什么？甚至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，我都可以，只要你不离开我。为了离开这压抑到令人窒息的周公馆，樊一抛弃了所有的尊严和体面，请求这个曾经与自己有过不伦之恋的人带他离开这里。然而樊一的低声下气换来的却是周平愈发的不厌烦。此时他的冷漠与父亲周朴元别无二致。樊一也终于明白，其实他们父子俩都是一路货色。樊一对周平绝望了，离开时他向周平说了曾去过卢家的事情，并坦言是他关上的窗。话说到这个份，两人的脸皮是彻底的撕破了。你
是我想不到的一个怪物，什么？疯子！你要我要你死！接连的打击让樊一头痛欲裂，然而命运却并没有因此就放过他。两人的谈话被去而复返的鲁贵偷听到，因为鲁大海大闹周公馆一事，鲁贵失去了管家的工作，于是他趁机要挟樊一，让他继续回到周公馆来工作。没想到一个太太竟被一个下人威胁，可樊一也没办法，他无奈只得答应等老爷到矿上去后，就让鲁贵继续回到周公馆来工作。也在此时，鲁大海翻墙来到周公馆，看到怒气冲冲的鲁大海，这可把鲁贵给吓了一跳，心想别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又被儿子给弄没了。其实鲁大海这次是来找周平的。樊一听后将鲁大海带到周平的房间，原来自周平离开鲁家后，四凤便失踪了。鲁大海与母亲找遍了所有地方，还是没有找到，无奈之下他只能来周公馆找周平。周平告诉鲁大海，他与四凤是真心相爱，希望鲁大海能够成全他们。鲁大海本十分讨厌周平，但奈何妹妹对周平死心塌地，他没办法只得妥协。鲁大海告诉周平，要是他能找到四凤，并劝他好好的活着，那他们俩的事以后自己便不再插手。听闻鲁大海同意他们俩在一起，周平急忙来到杂物房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四凤。然而当他带着四凤来到客厅时，却发现世平竟也在这里。当世平看到四凤喜欢的人竟是周平时，他的脑海顿觉晴天霹雳，因为四凤与周平可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妹啊！我不能让你们在一块儿。妈，你怎么？凤儿，我们走。妈，凤儿，不成，不成，走。陆奶奶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妈，您这是……你别管，凤儿，我宁可你没有，我也不能让你跟他在一起。世平坚持要带四凤离开这里，反应之激烈，甚至让儿子鲁大海都极为不解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阵呕吐声更是让世平愣在了原地。原来四凤已经怀上了周平的孩子。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世平一时间头晕目眩，他无力地瘫伏在旁边的桌子上。陆奶奶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求你，妈，你可怜可怜我们，让我们走吧。
尽。眼见樊一已经完全魔障，周平急忙拉着四凤准备离开，不料樊一却再次堵在了门口。他告诉众人，大门已经被他锁死，今晚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说完，他又大声呼喊周朴园的名字。周平还没来得及阻止，这时周朴园已经穿着睡衣走下了楼，看到视频镜也在这里，他不免为之一惊。这时樊一拉着四凤手让周朴园看看他的好儿媳，说着又让周平喊视频母亲。然而不明所以的周朴园确实会错了意，他以为视频的身份已经暴露，索性一股脑将所有的真相都说了出来。视频，你到底还是回来了。鬼神一般，似乎要勾走自己罪恶的灵魂。他吓得尖叫着向外跑去。此时天空暴雨倾盆，受不了打击的四凤跌跌撞撞地扶着旁边的围墙行走，却一不小心抓在了被风吹倒的电线上，当场触电身亡。不明所以的周冲赶来想要拉起他，却也意外触电身亡。周公馆内受不了打击的周平也开枪自杀了。此时天空电闪雷鸣，似魔鬼一般的乌云似乎要吞噬着所有的罪恶。遭此打击后，樊一和视频相继疯了。偌大的周公馆内只剩下了周朴园一人。或许对这样的人来说，孤独和内疚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。